万米高空上，男人金蛋突然撕掉上衣，撸起袖子，冲向飞机控制室，警觉地望了一眼，然后输入密码，迅速打开肛门闯了进去。紧接着，客舱屏幕上出现了金蛋打机长的画面，阿岩和乘客们都看懵逼了。只见金蛋邦邦两拳解决了机长，自己坐上了驾驶位，瞬间舱内传来了金蛋的声音 ：“So allow me to wish you all the very best for the remainder of Northern Gold Star flight time.” 随后，他直接降低了机舱气压，提高了温度，所有人都开始慢慢陷入沉睡。可整个飞机上，唯独记者银弹还保持清醒，因为他有金蛋给他的氧气罐。但银弹却不是帮凶，银弹呆呆地走到屏幕前，里面金蛋正在感谢他帮助自己夺取飞机。And you will too. 说完后，金蛋也陷入了沉睡，任由飞机不受控制的往云层下落。银弹后悔不已，他原本是想拯救这趟航班，却没想到最后自己竟成了帮凶。就在几小时前，他登上了这趟514航班，突然座位上一个 MP3 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拿起一看，却发现里面正在播报一起航班空难事件。但诡异的是，里面播报的空难事件时间竟就是现在。银弹狐疑地插入耳机听了起来，直接就被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里面播报飞机起飞前，空姐正在进行安全演示，窗外即将发生雷暴。而这些描述内容竟和现在一模一样。紧接着 MP3 继续播报，在10点21分，有一只鸟撞上了飞机发动机。果然，时间一到10点21分，飞机就突然剧烈抖动了一下。银弹这下完全懵逼了。冷静之后，他叫来了空黑，询问刚刚是不是发动机进鸟了。空黑却告诉他：“你脑子进水，我们发动机也不会进鸟，因为几万米的高空鸟根本飞不上来。”等空黑走后，男人金蛋却走了上来。他说自己曾是飞行员，因为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导致停飞，但是他可以明确告诉银弹，刚刚确实是有鸟撞进了发动机。播报内容再次被证实，银弹慌了。紧接着 MP3 里说乘客里有熊国阿毛，他此行是为了指出米国的犯罪行为，所以可能是米国派人劫杀他时意外毁灭了飞机，而且飞机上还潜入了一名空警保护阿毛。银弹觉得自己必须拯救这次航班，通过仔细观察，他很快便锁定了阿毛。趁阿毛睡着，他蹑手蹑脚走过去，开始翻起阿毛的行李。可没想到香包砸落，弄醒了阿毛。阿毛被惊醒，准备教训银弹。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被惊动，机长闻讯赶来，直接带走了银弹。银弹开始大声说航班即将发生空难，他要机长严查飞机上的每一个人。机长等人都觉得银弹肯定是精神病，银弹还想逼逼，可下一秒他就被赶来的空警铐住，银弹又被带回了座位。但趁空警走后，他又拿起了 MP3， 这次里面说距离飞机毁灭只剩3分钟，可现在自己已经被铐住，而且机上的人全部都不相信自己。银弹只好准备等待死亡。可这时男人金蛋却再次走了上来，他告诉银弹自己相信银弹所说的一切，并且愿意帮助他控制住飞机，带众人安全着陆，只是不知道进入飞机控制室的密码。银弹看向了 MP3， 瞬间知道了答案。得知密码的金蛋冲向控制室，银弹本以为拯救了飞机上所有人，可没想到金蛋进入控制室后直接打死了机长，然后让飞机做自由落体。等再次睁开眼，银弹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个神秘的海湾，他急忙捡起不远处的 MP3， 里面播放坠机后所有人都没死，最终都被政府再找到。银弹很高兴，看来自己成功拯救了大家。可 MP3 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毛骨悚然。 Still to this day, unknown. 播报到此结束，银弹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所有幸存者围住了。暴怒的人群把银弹慢慢吞没。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挂了2个口袋，胸前一只装别人的缺点，背后一只装自己的缺点。我们能直接看到别人的不足，却很少回头找自己的毛病。殊不知，往往灾难的发生可能正是始于自己。